DIY 设计建造皮卡房车，打洞安装窗户，房车看起来通透很多。门窗送到了，它全包在一起，还挺紧凑。窗户的话，这块会有一个，前面会有两个，这块一个，这一块一个。我今天准备先装一下窗户试一下，然后选择的窗户的位置，就是这个淋浴间的一个窗户。提着锤子去拆窗户，刀也要一下。就是最小的窗户，就是窗户呢，是我定了几种，都是很特殊的尺寸。那淋浴这个区域是，看一下这窗户啊，这个就是外侧的，冲外的黑色，然后这一块有两个卡扣，然后它就可以打开，因为这个窗户比较小嘛，所以它这个角度打开的有限。大一点的窗户它可以基本上开成70-80度吧。然后这个就是窗户靠内侧的，它有两个方向，一个这个是防蚊虫的，然后从下往上呢就是隐私帘。因为单手操作我就不拉上了，所以是放在卫生间。这个比较小，就主要是排气使用的。这个是淋浴间我准备安装的位置，实际上这个宽度是绰绰有余，但为了说未来我有一些洗漱用品需要挂在这边，所以我没有做成这个中间对称，我希望把这个窗户尽量靠在这边一点。那量一下尺寸，准备切割。现在已经开了个洞，刚试了一下，还挺严实的。然后现在我需要做的就是这边四周打上密封胶，然后扣上，这个就再从里面安装。打上胶已经粘上了，可以看出来这胶现在都已经溢出来了，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比较理想的效果，就说明确实这个已经密封的很严实了。现在这8个卡扣都已经拧紧了，然后最后需要做的就是把这个从里面扣上。这样的话它里面的点和外面的点是一一对应的，一扣就好了。这样扣紧之后呢，就是这样的效果，还是比较严实的。就是窗户的安装呢不难，但也确实需要比较小心和谨慎，因为窗户呢它的这个开孔尺寸是介于里面的边框和外面边框之间，并且尽量要贴近里面的边框，这样的话它密封会比较好。还有一点就是需要注意的，就是因为这个窗户开孔呢实际上只有一次机会，如果你开错之后，那这个房箱的面板就会就坏掉了，那再返工就很麻烦，所以开孔的时候一定要小心谨慎。我建议是可以先从比较小的尺寸开始，如果说不够，再一点一点往外扩，而别一下就把这个孔开得很大。然后剩下的窗户应该都是大同小异，只不过尺寸的大小或者卡扣数量的多少。还有门的话，门的安装是另外一种方式，我等安装门的时候也会再记录一下。第二个窗户安装好了，也是往外溢胶，因为从里面往外溢胶，就说明里面是已经密封上了，然后后续我会在外面再密封一圈，这样的话我觉得防水性应该还是不错，包括这个也是。由于这两个窗户呢里面所对应的隔间其实都是比较小的，所以这个窗户看起来就很小。下面会安装比较大一点的窗户，这个就是在这个书桌面前正对着的一个窗户，应该是80×50的一个尺寸。这个窗户抬起来就有点分量了。那现在安装这面大的窗户，因为这块会做成一个书桌，平时可以用餐和用电脑工作。那书桌的正对面是一扇比较大的窗户，这个窗户做的比较大，我有2点考虑，一是这样的话视野比较好，
其次呢，就是它这扇大的窗户其实是能和这2扇窗户，包括这前面的额头床的几扇窗户形成一个比较有效的对流。因为这个比较大的出风口，一个是这个，还有一个门，这2个在这个位置的话，其实是能把这边所有方向的这个窗户比较好的一个通透性。然后这扇窗户稍微比较大，也有一点夹带私货吧，因为孩子他妈Carrie， 他一直有一个梦想，成天想这个卖咖啡啊、卖糖葫芦啊什么的。所以我觉得这个房车未来也不排除说可以有一个对外的一个窗口，那这个窗户做的大一点，其实是也可以更好的和外界有一个交互吧。好了，这扇窗也大概尺寸画好了，80×50的开孔，然后现在就要切割。哇，可以开这么大！这个窗户就做好了，这是一档，这是一档，这是一档最大的，很通透。现在装这个额头床最前面的2个玻璃，这个玻璃和别的玻璃不一样，这个是单层的钢化玻璃。隔热不一定，隔热就是不好，但是比较这个看着比较美观吧，所以这个我没有多买，只买了2块，放额头床这块，比较方便开合，开合面积比较大，就是安装在这块。这边一个，这边一个，我先按一个试一下。别说自己做个视频什么的，也拍拍，就是拍拍。让我直播，我这也不直播，洞开了，然后刚试了一下可以装。钢化玻璃还是比这个亚克力要沉的，所以我先外面粘一下，然后里面再上去，然后打螺丝固定。我怕说钢化玻璃掉下来砸在地上碎了，这块先拿个椅子挡一下。